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 Caitlin，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新的一年又要到了，你有没有什么样新的新年新希望呢？有没有发现，在过去的经验里头，每次只要有新年新希望，可能新年还没过完，那个愿望就已经觉得想要放弃了。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讨论一下，我们为什么要改变一个习惯这么的困难？是因为其实这跟我们的大脑机制有关。那我们又要能够如何透过大脑运作的机制呢，来让我们更容易顺手的改善我们的习惯，又或者是增加一个新的习惯？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吧。首先呢，在开始之前一样跟大家提醒一下哦，我们这个是心理相关的频道，只要跟人有关，就会跟心理有关。所以呢，只要你是对于人有兴趣的相关的议题，都欢迎帮我们按下订阅，还有按下小铃铛哦。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想要跟大家讨论一下新年新希望。你的新年新希望是什么呢？接下来有可能是，例如说想要有一个更均衡的饮食啦，又或者是会想要多运动啊，或者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想要减少拖延症。我们有拖延症相关的影片，不要忘了记得去看一下。还有些人可能会想说，我想要多陪陪家人啊，还有和朋友相处啊，又或者是我想要每天可以准时上床睡觉，不然老是在那边滑手机，滑到2点才睡，早上7点就要起床。很累，你的心声我们都听到咯。那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根据研究呢，我们一般新年新希望呢，其实不会超过15天，一般人在15天左右就会准备放弃了。所以呢，我们就要去了解为什么改变习惯是这么的困难。那其实我们今天会想要跟大家用脑神经科学的方式来解释为什么改变习惯是如此的困难，还有我们要如何透过大脑的运作来增加我们良好的习惯。首先呢，我们想一想，为什么改变你原来的习惯会这么的难？例如说，如果说我就是想要，今天我决定了我要有更健康的饮食，我要少摄取一些糖量，然后我要多摄取一些纤维质，应该是很简单的，只要我这么想，我就应该可以做得到，不是吗？但是事实上好像不是这样子的。这跟我们的大脑的记忆模式有关。我们人类的长期记忆有2种，一种呢是外显记忆，一种呢叫做内显记忆。那外显记忆呢，又叫做陈述记忆 （explicit memory）。那也就是人类长期记忆里头呢，我们可以根据你的地点啦，又或者是人物啦，或者是其他的外在事物来回想起来的一些记忆，那个就叫做外显记忆。那习惯呢，它是一种内隐记忆，也就是 implicit memory。那 implicit memory 呢，它就是一种跟我们的技术啦、过程啊，还有一些行为某些事情它怎么样去做有关。那例如说呢，可能你在晚饭前看电视的时候呢，我们把饼干放到你的面前，然后你就会很顺势的把饼干拿起来吃。那因为这个是你一直以来习惯的一个模式，所以呢，这件事情你连想都不用想，它这是一连串的，你看到它就会拿起来吃了。那这就是一个习惯的一个动作。我们在这2个记忆呢，其实是在我们大脑里面2个不同的区域所储存的。那在外显记忆呢，其实是储存在我们的海马回 hippocampus。那内显记忆呢，则是储存在我们的基底核 basal ganglia。那基底核呢，它主要又是来掌控我们的动作的控制，又或者是我们的动作的记忆、动作的学习，还有我们的行为的反应跟我们的情绪。所以呢，你就会了解了，我们的脑部就是我们习惯的这些动作。我看到这个饼干，我去拿，然后再拿来吃，这一系列已经变成是我们很习惯的一个连结的一个动作。所以呢，我们的习惯呢，由我们脑部结构里面的 dorsal striatum， 它就是一个接收谷氨酸，也就是 glutamate， 还有多巴胺 dopamine 这2个部分为主的一个脑部的结构。那它呢，这个部分呢，也是我们所谓大脑里头的 reward learning system 的一个主要关键，也就是反馈增强学习的一个系统。那这个系统对于我们的习惯的养成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例如说呢，当你在建立习惯的时候呢，你的大脑其实是有一个刺激加反应的一个学习。
也就是你的大脑借由某一种特定的行为，然后再加上它这个行为所带来的特定的满足之后呢，你就会增强学习。那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学习系统当中呢，有3大要素。第一就是 trigger， 也就是你的触发的原因，让你会想要做某件事情的原因。再来呢，就是你的行为，你所做的事情。那你在做这件事情之后，你所得到的一个增强反馈的一个奖赏。所以呢，例如说下午的时候肚子饿了，然后你的行为就是吃饼干。那你吃了饼干之后呢，你就得到了奖赏，就觉得饱了，感觉好多了，我就没那么饿了。然后有时间到了，下午肚子饿，吃饼干，不饿了，感觉很饱。我们就会一直不断这样做，然后你就增强了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慢慢的你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呢，就会变成一个习惯。那就是我们的一个刺激反应学习的一个系统。那因为这样子一个刺激反应学习呢，慢慢的它就会去变成，它会升值在你的大脑，因为它变成一个习惯，它就升值在你的大脑里头，然后会去改变你原来有的一个行为。例如说呢，可能你以前在家呢，本来都是晚上7点在吃饭的，那你晚上可能下午的时候还没晚饭之前开始肚子饿了，妈妈都会跟你说，吃饭前先不要吃东西，等一下要吃饭了，所以你就不能吃东西，就觉得肚子好饿，要等到要吃饭的时间才能吃。但是呢，可能当你长大之后呢，例如说大学搬出去住啊，开始可以有自己的零用钱买零食啦，然后有自己的地方可以住了，所以没有人坚持你一定得要准时7点才吃饭，你在那之前你就可以开始去买零食来吃了。那你会怎么做？时间到了，肚子饿了，然后接下来买一些零食来吃，买完吃完零食了之后呢，你接下来就觉得好多了，饱了，所以呢，以后你只要下午时间一到，你就会去买零食来吃，然后你就会觉得饱了。所以接下来你这样子一直不断做这样子的动作之后，时间下午一到的时候呢，你就会马上去吃零食，不管你饿不饿。那我们习惯这样子的一个行为久了之后呢，其实我们要了解，我当每一件事情，然后我去做这样子一个行为的时候，我们的脑神经有一组的脑神经，它有一个回路。我要去拿钱，我要去买东西，我们会有一系列的一个回路，慢慢这个回路它会就是被激活。那他们这一群呢，每一次我每天都这样做的时候呢，它这一群回路它就会越来越连接的越来越紧密。所以呢，我们的这一群的脑神经他们就会越习惯，然后久了它就会变成一个很强烈的一个习惯。我们的大脑呢就会慢慢的把这一群呢，它就变成，它会设一个捷径，就是我只要时间到了，我连想都不用想，我就知道怎么做了。就例如说，假如说你是个会开车的人，你可能一开始学开车的时候呢，要怎么样转方向盘啊，然后要怎么样倒车啊，从后照镜要去看到车子的那个角度怎么转啊，会觉得好不适应，好不习惯哦。但是当你开始学会开车之后，你连转方向盘啊、踩刹车啦、加油啦，你连这些都想都不用想，就已经变成是一个自动化的一个动作。为什么？因为我们大脑必须要省下一些空间，我们才需要每一件事情都需要花很多的脑细胞来去思考。那我们就可以去思考更多的事情，例如说人生的意义啦之类的。所以呢，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大脑会慢慢的把一些已经常常做的事情呢，就会把它学习下来了。那也是因为这样子呢，它的那个大脑的连接就会越来越强烈，那它就变成一个习惯之后，就会变得非常难改。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讨论，既然我们都已经知道我们会有一个刺激，还有一个行为，还有一个奖赏，来透过这样子一个系统呢，我们大脑就会建立一个习惯。那我们要改变这样子一个习惯呢，就会有点困难。那我们要如何透过我们大脑的运作机制来改变我们的一个习惯呢？首先，第一个 mindfulness 这个部分呢，就是完完全全知道自己在此时此刻当下在做些什么。例如说呢，我可能会想要改善我晚上睡前不要再滑手机，一滑就3个小时的这个坏习惯。那我可能就是在注意一下自己的一举一动。当我在晚上睡觉前的时候呢，我是不是又把手机拿起来？当我在滑手机的时候，我又发现了，哎呀，我又在滑手机了。然后开始可以 challenge 自己的想法，例如说挑战自己的想法，就是我现在又在滑手机了，我这样做是好的吗？是对我的健康比较好的吗？这个是我真的想要的吗？那这样子做的话，对我接下来的睡眠会不会有影响呢？那我慢慢去思考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会在我们的大脑里头去踩刹车，这件事情呢就不会变成是一个自动化，因为它本来就是已经是连接了嘛，我们把这个连接慢慢的拉开。所以呢，就第一个部分就是 mindfulness。
每一个当下我们都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这样子会让我们在每一个习惯的养成或者是去改变，会多一个进步的空间。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让那个奖赏变得困难，例如说我不想要每天晚上滑手机滑这么久，那我每天就是一直在那边看脸书。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就把脸书这个 app 在你的手机里头删掉。那这样子呢，就变成你如果想要上脸书的话，你必须要到你的电脑去，那你就必须要下床，要去起床去做。当我们把这个奖赏变得困难的时候，一样的，我们在那个有一个刺激、反应跟增强这的部分呢，又把它断裂掉，或者是把这个增强变成比较慢一点去得到那个奖赏，你就比较不会有这么快的一个连接。一样，同样我们要把那个连接给拉开。第三个，取代原有的习惯，例如说一样的，晚上睡前不要再用手机了，那我们可以试着，例如说晚上有习惯去看一些书，养成一个睡前阅读的习惯，又或者是睡前做一些伸展运动，又或者是呢，你可以用写日记的方式，让自己有一些不一样的习惯，去取代你原来在做的事情，而不是完全没有。因为当我们完全没有的时候呢，你就会很容易觉得自己是空掉了。那你没有一个选择的时候，会怎么样？回到旧的习惯。所以我们一定要试着有一个新的东西。我如果不想要这个的话，我要有一个新的东西来帮助我自己有一个转移注意力。又或者是说，你想要明年开始，我想要有更均衡的饮食，那你可能就要建立好一个习惯，就是我如果不吃这个的话，我要吃什么，会让自己心里有一个准则，知道接下来我可以怎么做。那当然，建立新的习惯也是一样的。第一，要确认我们每一件事情呢，一步一步来，小步骤，从小开始。为什么呢？如果今天我告诉我自己，我要均衡饮食，而且我每天早上6点起来，我就要开始做运动，然后我还要每天晚上要写日记，然后呢，我最好睡前我还要静坐冥想一下，然后我还要这样，我还要那样子，就会发现哇，天哪，太多了，然后自己就会觉得太多事情要做，然后会想要放弃，这个放弃的几率非常的高。所以呢，我们尽量让自己从小的地方开始，例如说明年我想要变成更健康的饮食，第一，我这个月我就先不吃任何油炸食品。那接下来呢，我们下一个月我可能每天都要增加1份的青菜的量。我们用一步的方式，一样的哦，我们每一个步骤都是用一个习惯的连结的养成，也就是刺激反应学习，让它变成一个习惯之后，我们再增加另外一个新的习惯，再增加另外一个新的习惯，慢慢让你的大脑去适应这个最终的那个大目标的一个方向。这样我们自己也会越来越有信心，也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达成的一个目标。另外第二点就是找伴。当我们如果说我想要每天早起去运动去散步，如果是早上是我自己一个人的话呢，那基本上如果今天好冷哦，又或者是今天又下雨了，我们通常反应就是我只想要窝在棉被里面，我不想要起床，正常。但是如果今天你有一个好朋友跟你约着每天早上6点半一起到健身房，在上班之前一起去健身30分钟，你知道这个人会在那里，而且你知道这个人是跟你一起在那里等你，你为了不让对方失望，通常你会很积极的再持续坚持下去。所以找一个伴非常的重要。就像如果今天是我自己一个人做这些影片的编辑，还有这些影片的部分的话，我自己一个人做，那我一定会很容易就会觉得想放弃。但是因为我现在有一个团队啦，所以其实在制作方面对我来说就会有一种加分的感觉，因为有一个团队在支持我，然后我会不想让他们失望，我们就会持续的努力。也很感谢大家还是持续有给我回馈，所以呢，感谢大家，也感谢我的团队。那第3点呢，就是对自己要有耐心。这点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很多事情呢不是一触即成的，所以呢一定要对自己多一点的耐心，给自己多一点的鼓励。不要忘记了，我们是刺激反应还有奖赏，这些奖赏还有包括给我们自己的一个内在语言，也就是每一次呢，当我们自己有一点进步的时候，不要忘记了给自己按一个赞，给自己一个好好的一个鼓励，说我已经做得很棒咯，今天又多进步了一点点。每天给自己多一点努力，我们会有更多的信心，我们也可以让自己有机会朝着我们自己想要的目标前进。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哦，不知道你觉得对于自己新的新年新希望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想法呢？
又是你对于自己的改变的行为有什么样的新的想法，欢迎在下面留言哦。如果你觉得这样子的影片对你或身边人有帮助的话，麻烦帮我们按赞并分享出去。我们下一次见喽。